家人们，你们能相信吗？我去了一趟悉尼，出了一趟差，大胖媳妇阴差阳错成了外卖员，领着俺家俩孩子送上外卖了。我呀，真心劝大家，就是那些相亲相爱一家人那些家庭群里啊，别啥都发。俺家群里就不知道谁发了广告，就被大胖媳妇点开了。他虽然不识字，但却能一眼刀准优惠券560元等字眼，就开始操作领这个钱。反正就是一个链接跳转出一个弹窗，一个弹窗又跳转出另一个页面。大胖媳妇经历了无数次跳转，填写了无数个信息，终于在上传身份证这个页面上停滞了。因为他没有，他不气馁，他找我爸给他填，但是我爸的身份证不知道为啥就不好使。大胖媳妇又对俺家阿姨下手了，俺家阿姨也不懂，她管她要啥，俺家阿姨就给啥，一顿上传填资料，累得一脑袋汗，整了一下午交上去了。大胖媳妇就坐等接这个560元优惠券了。这时候手机叮的一声，我家阿姨接单了。刚才大胖媳妇三下五除二，把俺家阿姨成功注册成了一个外卖骑手。幸亏呀，我爸因为年龄63，超过了骑手最佳年龄，也就是57，要不然呢，我爸写了一辈子书，退休了，还得被他返聘回去送烤冷面。但是呢，阿姨注册成功了，大胖媳妇也没收着这优惠券。阿姨着急了，说你咋给我整的？我这手机一天嗡嗡响，全是单，你赶紧给我取消了，我可不送外卖啊！大胖媳妇这个人呢，她又非常的执着，她思索了片刻，跟阿姨说：冷静 ，calm down， 周姐，咱们不要被资本绕进去。的确是我不知道把你注册成骑手，但是这560块钱离我们有多近了？还差这一单吗？这是多么近在咫尺的560啊！咱就接一单，优惠券到账了，你拿500，我拿60，我陪你去，你就刷个脸，活都可以我干。于是有史以来最有特殊牌面的外卖员诞生，一个外卖员，3个外国保镖。阿姨还特意来我们公司借了一台电动车，为了不超时，他们非常拼。当时的我还在悉尼的镜头前讲如何轻松育儿呢，没想到儿在故乡一点也不轻松，我同事告诉我，姐，我们都来拍姐夫来了。姐夫说他要去送外卖。姐，你们家事儿可真有意思，你一个中国人远赴重洋去外国挣钱，把那个外国人逼得千里迢迢来中国送外卖，国际贸易的闭环。哎呦我的妈！晚上给那孩子累的，下班回家都没劲儿了。我说这一家子净添乱，还好我能用熊团团启蒙绘本把孩子们稳住，故事场景和主题都紧贴孩子日常生活，2到6岁需要的认知、健康和文化启蒙知识全都有，很适合当代中国孩子启蒙。搭配点读、熏听笔，拿铁很爱学，现在比他爸都省心。但是外卖送完了，优惠券他还是没有到。我回来了，我打开那个链接，我才发现人家平台没有一点问题，人家上边写着想要拿到那个500的大优惠券，需要新人骑手21天之内接满550单。阿姨都找我谈了，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可不干了。而且这样下去，你想没想过，张拿铁18岁成人的那一天，已经有15年骑手经验了，15年骑手经验了。我们是解放楼。祝你用餐愉快。你们录电视节目呢吗？这就是送的，这不是大胖娘们吗？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通过中介找房子会遇到什么问题？最近我们需要重新租房子，大胖姐就说，当初如果是我找，肯定能找更便宜的。我正好要出差，我说行，那这回就你找。中介的水多深呢？可以教教他怎么做人，但是我怕他真上当，我还托我一个小同事跟他一起去的。结果第一次看房差点让人打了。他跟我同事说，他跟这个中介自己就能沟通，说中介告诉我们到了什么什么小区找蓝楼3单元502。其实呢，这个来自湖南的中介朋友说的是南楼。按说呢，正常小区它没有蓝楼，好巧不巧，这小区它就真有，不光有蓝楼，还有各种颜色的楼。大胖媳妇就真找到了这个蓝楼，结果中介迟到了，说你找那个电表箱，电表箱里有钥匙，你先进去，房子是空的。按说呀，此502非彼502，电表箱里不该有钥匙。好巧不巧，他就真有。结果隔壁出来个老大爷，开门就骂他，要削他，说人这家住的好好的，你是不是入室抢劫？要报警。我同事跟人解释说，哎呀，大爷误会了，入室抢劫啥呀？入室抢劫哪有带自己2岁儿子作案的？老大爷，这孩子一句英语不会说，我怀疑他孩子也是拐来的。等了一会儿，这个蓝蓝不分的蓝蓝终于来了。进去之后看了房子，领大胖媳妇看了4套房子，没有一套是之前联系时候要看的那套。大胖媳妇说，哎，我要看的那套。中介说那套租出去了。大胖媳妇说，你这样我可以找律师告你。中介说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我跟你说点实话吧，你如果能把预算抬高一点，能找到更好的房子。大胖媳妇说，不用你说，我要是预算高，我还能买呢。然后就跟中介生气了，但因为小区里边太大了，最后还得让人家用专车把他跟他儿子给拉出来。等我回来看他找那房子，我说这都啥玩意儿啊？我说指着你可咋搬这个家呢？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也懒得跟他上火，我先把东西都挂好，先卖了。我都卖好几回了，全新的戴森吹风机、阿玛尼口红礼盒、胶囊咖啡机、剃须刀、破壁机、空气炸锅电饭煲，还有这个挂烫机，我这些都没用过，15、50全断舍离。点击评论区上闲鱼搜张彩玲就可以找到我了。你们有什么闲置也可以挂上去卖了，赚点钱。第二天又看了一个，去之前吧就挺好奇，房子挺大但贼便宜。我同事就担心说，哎，你说不会是个凶宅吧？
你八字怎么样？大胖媳妇说，我八字属于内八字啊，内八字啊。到了地方找到了便宜的原因，自称阳光房，房子的一半是自己打出来的，没有屋顶，玻璃棚，那叫一个晒呀！体感温度40多度吧，拿铁都说热。中介就说不热，待会儿就好了。结果真事儿啊，出门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玻璃门得从里边拿钥匙开，因为这房间太热了，钥匙插进去之后发现化了，烤软乎了，拔不出来了，最后跳窗户出去的。大胖媳妇出去回头还跟中介说，不热不热，房子不错，有点费钥匙，我就不租了。对了，你把我儿子递给我，把我儿子递给我。最后一次还真找了个还不错的，是另外一个外国人住胡同嘛，现在要走要转租。大胖媳妇一进去，俩人就唠啊，他俩最喜欢的点居然是这房子啊，里边有厕所，门口还有公共厕所，他们就好喜欢这种所谓的就是老北京本土文化，天天跟老大爷老大妈抢厕所。大胖媳妇很喜欢呢，快走的时候那老外给他拽住了，说有个事儿我跟你确认一下，哥们儿，你上蹲便怎么上？大胖媳妇说怎么上？衣服全脱了挂门上啊，挂门上啊。那老外说你看我就知道，我也是，那半夜黑灯瞎火的，我漂白一片，吓坏好几个老头了，影响挺不好的。关键是吧，这胡同80岁以上的老大爷还剩6个，老大爷们都很善良，都是好老头，我很爱他们。你注意点，一共就剩6个，下面一个少一个呀，下面一个少一个。我就是说吧，不喝的，不喝个好。昨天我和大胖媳妇去给载奥达开了一个家长会，我非常的震惊。载奥达去的吧是一个国际学校，因为他前年刚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汉语特别不好，老师讲课他是肯定听不懂的。我怕他学习上啊、交友上啊太困难，我就一咬牙一狠心给他送去了国际学校。我寻思学校学费那么老贵，一定是有一些让我折服的地方。然后今天我去了。我的确很折服。到了学校，我其实心里已经准备好接受老师谈话，挨点批评啥的。我们呢就来到了数学区，桌上有个大板儿，板上有4个数字：5、33、49、91。请你回答这4个数字中哪个数字和别的不一样？我就想哈，如果是张大铁幼儿园小班这道题，那大概率是5。但是载奥达是小学2年级，鸡兔同笼的年龄，所以那5它肯定是一个诱惑性的陷阱性答案。然后我就开始在那儿什么奇数、偶数、质数、合数各种角度搁那想到底是哪个。然后老师就来了 Tell me， 载奥达。哦，告诉老师你的答案。载奥达说5啊，我心想完了，陷阱答案。Amazing, that's amazing. 哦，那么请你现在告诉老师为什么是5？载奥达说，因为5就一个数 Yeah, 别的都是2个数。Amazing, that is brilliant. 我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伟大的观察。2年级了，朋友们，2年级了，这个观察，咱说真的堪称伟大吗？我相信张大铁肯定能答出来，我甚至相信俺家的狗，它喝2片脑白金，它也能答出来。然后载奥达说，你要是让我说，其实每一个数字都可以是答案，它都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33，它就是唯一一个2个数字一样的。老师 That is amazing, good answer. 我爱你的逻辑思维，我爱死了你的智慧，我爱死了你那独特的表达。Who said 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标准答案 ？Who? You are a 可爱的、独立的、amazing 的思考者。OK？ 哦，现在你应该原地为你自己感到自豪。Are you 自豪了？因为我自豪了，我自豪了。我震惊了，我不适应。但是大胖媳妇就说这样是对的，要鼓励孩子的这个想象力，让他有信心，让他有自信。你就是没有那个耐心，你不信，你用这种方式你试试，一定会激发孩子最大潜能。我说我不是不愿意尝试，但是咱俩打个赌，我不觉得咱家张大铁老干部会无比青睐这个 amazing 的教育方式。那为了孩子更好成长，我也愿意尝试一下这种就是在我眼中看似有点太夸张的鼓励型教育。我也要回家 amazing 张大铁，当妈真不容易，我也得给自己准备一份节日礼物。SK2 限定魔方礼盒，翻转设计每一面都很好看。神仙水也是老朋友了，稳住我的肌肤状态，每天早晚拍一拍，赶走熬夜陪孩子的暗沉和皱纹。当妈的每一面我都要美。Amazing, I love the way you think. Amazing, you did a wonderful job. Amazing, you are amazing. You did amazing. Amazing. 别上班，让人卖去。大铁，你在拉臭臭吗 ？Amazing， 我爱你拉屎的节奏，我爱你拉屎的味道。你闻见这个屋的味道了吗？没有。这全都是因为你，我爱你拉屎的氛围。Amazing。我打了个巴，啥玩意儿？哇，真的 amazing！ 你有金箍棒啊？你是孙悟空啊？你还知道孙悟空打白骨精呢？孙悟空老厉害，孙悟空拿金箍棒打白骨精、狐狸精，啪啪啪啪。我也打孙悟空打白骨精，打狐狸精。